Hello，各位，最近2天啊，我这个频道让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风格逐渐展现啊。上一期不是录了一个纯聊天的节目嘛，这个标题也起得非常的霸气啊。我记得我上面写了什么没字幕，没有不要流量等等这些啊，其实是有半开玩笑的调侃性质了，但是。这期视频里面应该是聊了关于 HDR 啊，是不是啊？反正现在脑子不好了也记不住了，反正聊到了我拍 HDR 视频，这个事儿啊，其实这个点我也反复讲过，我在蛮多期的节目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过。那今天呢就收到了一位观众的留言，很简单的几个字啊，这几个字我至今还印在脑海当中，叫低频 PWM 调光，就这么几个字啊，就那个 PWM 我还要看一下我的副标题啊，但是几个中文我是记住了哈。就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看就是专有名词嘛，就是业内的专用名词，然后一看呢我就看不懂了，然后点完这个爱心之后，立刻自己恶补啊，去学习了一下啊，这个 PWM 低频调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经过我自己的一些学习跟了解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而且这个话题跟我们的这个频道还是蛮搭的，所以决定第一时间去录一期加餐啊，这个就作为我们瓜子泡茶听 iPhone 系列的第2季讲硬件的一个加餐，来跟大家去聊一聊 iPhone 的屏幕背光啊，它背后的一些更深入的原理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聊一下 PWM 调光这件事情啊。说实话，我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呢，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的术语，我也没有听得太明白哈。但是呢，我根据我的理解，用我觉得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这个话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啊，什么叫 PWM 调光？大家都知道显示器啊，任何的显示设备，不管你是电视机还是电脑显示器，还是手机 iPad 屏幕，它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调节背光的亮度，调整显示器的这个光照的光亮的强度。因为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聊到过，显示器这个东西它属于自发光，它是人类创造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和大自然界所有你看到的那种被动反射光线你才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那怎么样去区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去看这个东西，你能看见还是你看不见？你如果看不见，那一般来讲就是自然界的。当然你说还有萤火虫啊，那是另一回事啊。但绝大部分自然界当中你看到的这种东西啊，都属于反射光。如果你没有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光源去照着它，你是看不到它的。而人类发明的这种我们叫人造光啊，电灯啊、电视机、显示屏、手机屏幕，这种叫人造光，它是自己会发光的。哪怕你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当中，你不需要任何的什么灯泡、太阳，你也能看到它。所以这个对这个青少年就特别的友好。一想到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寝室里面按点就开始拉电闸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发光的东西，我们还得挑灯夜读，这个灯还不能太亮啊。那现在如果说你有这个屏幕的话，根本就不用挑灯了。上年纪的喜欢打游戏的应该还记得啊，我们最早的那个游戏掌机啊 Game Boy，就是不会自己发光的。那人类有没有发明这个不会自发光的显示器呢？当然有了，现在还被广泛的使用当中啊。日本人发明的啊，是什么呢？计算器。如果你还在用计算器的话啊，家里一般我觉得都有吧。计算器的那个液晶屏幕就是不发光的，它也是要靠一个额外的光源照过来才可以的。那如果您玩过这个掌机啊，这 Game Boy， 像我这个年纪基本上应该有这个记忆。第一代的 Game Boy 就是没有背光的，它是液晶屏，但是没有背光，用的什么原理呢？就计算器的原理。我记得到后来到
Game Boy GB SP 啊，有一个型号，它加入了这个背光的功能，变成那种翻盖的啊，这个掌上游戏机。然后呢，它在这个游戏机上面专门有一个背光按钮，就为了省电嘛。你如果是白天玩，你还是不开背光，用太阳光或者灯光能看见就玩。那如果真的到了晚上，你想还是睡不着想玩呢，你按一下那个背光按钮，然后就发现那个屏幕里面呢就点亮了一个像日光灯一样的东西。当然你看不见这个灯管了，就是但是你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屏幕里面打了一个日光灯管，然后照着这个屏幕让你能看见。所以这个就是最早的我们屏幕啊，液晶屏是怎么样发光的。当然如果你是那种显像管的屏幕，那是另外的原理啊。因为显像管，什么叫显像管呢？你看我们这个科普的节目就得这么样来啊。大牛你就得忍耐一下，要不你就关了我这视频得了啊。这个显像管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原来早年啊那个大屁股的显示器啊，或者你如果在中国是90年代末就买这个家用电脑的话，当时的电脑显示器都是这种显像管的显示器，一个大屁股，不像现在的这个叫平板显示器，不管你是用这个液晶还是用 OLED 什么的，但是它就是个平板了。现在很难再见到那种大屁股的显示器了。那种显示器好像我印象当中也不太有调光的这个功能啊，它也不需要用一个单独的灯去打。为什么呢？简单来讲，它的原理是，比如说我这个手啊，咱们侧面看啊，这个显示器是，我拿个手机来展示一下吧，这是屏幕对吧？这个显示器是这样放的。那我现在是平板显示器，如果大屁股显示器它后面不是有个屁股嘛，是吧？哎，那这边是屏幕嘛，那这个大屁股的显示器，它的原理是，这里有一个电子发射装置。它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屁股啊？就是因为这期节目屁股有点多，不会被黄标吧？我找一个词代替吧，就那个好吧？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那个？哎，它这个地方呢，它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发射电子的装置。那电子呢会从这里发射出去，打到这个屏幕上。啊，那你才会在这个屏幕上看到图像。所以你想，一个电子高速的啪啪啪往这个屏幕上打，它本身就像爆炸一样的嘛，小核弹爆什么小核弹，就是那种砰砰砰砰火花那种感觉，它本身就产生光了。所以呢，就不用再去加一个灯管了。但液晶显示器，你想一下你的计算器，你就知道了啊，它本身是不发光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你去买液晶显示器，你要想在晚上看到它都是要有一个灯管在照着它，只不过这个灯管做的非常的小，它内嵌在屏幕里面，你看不到而已。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就叫做 LCD。我不打在屏幕上了，要不打一下。你看这个又足以证明我们这个节目是不剪辑的啊。显示在屏幕上啊，叫 LCD 啊，看到了啊，这个就是液晶屏。你看到 LCD 呢，你就证明什么？它是液晶屏幕。液晶屏幕它就一定是用一个灯管照亮的。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灯管呢最早是放在屏幕的下方，那再发展呢，就是下面一个，上面一个。那更有极端呢，有上下左右各放4个灯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因为你可想而知了，你只在下面放一个灯管，那这个光照肯定势必不均匀啊。你下面亮上面暗嘛，那所以我上下各放一个就好一些，那4个边各放一个又好一些。但是再怎么样放，你放到4个边上，它都是会造成中间区域偏暗。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看一些 LCD 的屏幕的时候，你放到纯黑或者纯白这个显示的时候啊，你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差别了，你就知道这个显示屏它的灯管在哪儿啊。很多时候说屏幕坏，不一定是屏幕坏，可能是你灯管坏了。你如果拿一个亮的灯照到这个上面，你还是能看到它显示东西的，只不过太黑了，没灯了嘛，你看不见了而已啊。那再往后呢，我们就是使用一种背光的方式，就是我这个灯呢不再放到屏幕的上下左右了，而是放在这个屏幕的后面啊，从后面往前照亮。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让这个光照的均匀就会更好。光照更均匀的前提下，它的色彩显示就一定会更好。啊，所以这个是 LCD 的方式。那如果是用 LCD 的方式去调整屏幕背光的话，
你看这个词用的就非常的有趣啊，屏幕背光，也就是说屏幕是屏幕，在屏幕的背后有一个光，我调整的不是屏幕，而是屏幕背后的这个灯的亮度，这叫屏幕背光。所以这个词语在中文里面，其实它描述的就是 LCD 的显示器发展到后期，能够把光源放在屏幕的后面进行均匀照明的这个时期的科技。那这种科技的调光叫做 DC 调光 ，DC 什么意思？就是直流电源嘛。那这就类似于什么？我们小学是小学吗？还是初中啊？就学生时代做物理实验的时候，第一次学电灯泡实验，一个钨丝灯拧上去，接一个电源，然后一个开关，开关一开，灯泡就亮，这是最简单的。然后再往后学一段时间呢，开始学到这个电阻了，对吧？然后我可以把这个电路里面加一个电阻器。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看的叫滑动电阻器。那有一个杆在上面，你往左右这么能滑的啊，滑到一边这个电阻大，滑到一边电阻小。那如果你在这个灯的电路当中接一个滑动变阻器的话呢，你这么一滑，这个钨丝灯呢就会随着你的滑动变亮而变暗啊，那就是调整了电流嘛。那这个原理其实就是 LCD 的显示器调整背光的原理。那它是一般来讲不会造成人们说的这个也刺眼呐、或者头晕这种情况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OLED 的屏不如 LCD 的屏幕护眼的原因之一。虽然这个说法我一直认为有争议啊，咱们继续往下聊。那现在啊，从这个 iPhone 10以后 ，iPhone 10是第一个，就是市面上俗称的 iPhone X 啊，是那个 X 啊，我们中文把它戏称为 X 啊，这个是中文的特色啊。但是你会发现外国人非常喜欢用这个 X， 因为文化不一样啊。那中国本土公司一般很少会用 X 来代替的。你像这个 Twitter 就改名叫 X， 你说这叫中国人他怎么会改名叫这个呢？那好一点的呢，把它叫成 X 啊，但其实不是这个我为什么把它叫 iPhone 10呢？因为这个叉啊，它不是英文，当然也不是中文啊，它是罗马字符。那罗马字符表示1、2、3、4、5、6、7、8、9、10，它有专门的符号啊。比如说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罗马数字1就是1道杠，2是2道杠，3是3道杠，4呢就是一个 V， 不对 ，V 是5， 4是1道杠加一个 V。然后5呢就是一个 V， 6呢是 V 后面加一道杠啊，然后7就是 V 后面2道杠，就类似吧。你经常打游戏应该知道这种罗马字符的表示。那表示到10是什么呢？就是叉。哎，所以说这个叫 iPhone X 其实是不对的，标准的叫法应该是 iPhone 10。第一次使用了全面屏，第一次使用了面容 ID 啊，然后也是第一次使用了 OLED 的屏幕。那为什么要用 OLED 的屏幕？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我看一下时间，13分钟了啊，控制一下啊。想了解的，看我第2季的这个讲硬件的节目啊，已经很详细的去讲过了。那么用 OLED 屏肯定是未来的趋势嘛，因为它可以显示 HDR 的内容啊，这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连上了啊。那由于 OLED 它的显示技术跟 LCD 完全不一样了。它用的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每一个像素都会发光，其实不一定啊。但是因为现在又有 mini LED， 还有其他的各种其他的 OLED， 它可能用一种更省成本的技术。但是如果你标准的来讲 OLED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像素一个灯泡啊，每一个像素都会发光。那这就彻底的解决了亮度不够以及色偏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我要想调光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聊到的，很多厂商都愿意标称自己的屏幕能够达到多高的亮度啊，我能跟太阳相比拼，烈日当头我也能看清我屏幕上的文字啊，达到1000尼特、1500尼特、2000尼特、2500尼特。但是如果我需要它暗的时候怎么办？那能不能像 LCD 屏幕一样，就是弄个滑动变阻器把它调一调呢？这个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我只能给大家打个比方啊。钨丝灯，中学学物理的时候用的那个钨丝灯泡，你加一个滑动变阻器是可以让它调节明暗的。但是你把日光灯管试试看，它能不能调节明暗？
大多数的 LED 灯应该也不太能够像钨丝灯那样的调节明暗，这是由发光材料的物理特性决定的。我们用大家熟知的日光灯管吧，日光灯管你什么时候见过能调明暗的日光灯管啊？凡是能调明暗的灯，基本上都是钨丝灯啊，现在都是被淘汰了。现在有 LED 灯可以调明暗的，但是那个就非常的贵，但是你省电嘛，寿命又长啊。那荧光灯管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固定的电压，你到这个电压了它就亮，低于这个电压呢它就灭，就这么简单。只要能亮起来就是那个亮度，你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所以 OLED 的屏幕，也就是说能够让你显示出 HDR 内容的屏幕，它基本上都是以 OLED 为底子的这种，不管你前面有没有什么前缀的，都是这种。那它这种就属于你可以理解成日光灯管啊，它不再是这个钨丝灯了，因为它自发光嘛，它不用再单独放一个灯泡。那如果你生生的把电流和电压往下降的话，用这种方法来调低亮度的话，那人家屏幕就灭了。当然事实不至于啊，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呢，其实当你暗到一定程度啊，当你的这个亮度调低到一定程度，这个屏幕的色准就会非常的差啊，这颜色就会变得完全不能够接受，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那人们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调整 OLED 屏幕的背光亮度呢？特别是在暗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很讨巧的一个方法，今天的主题来了，就 PWM 调光。咱们先把低频高频忽略啊。什么叫 PWM 调光呢？你就可以理解成我一个日光灯管我没办法变暗，但是我又想让它暗，怎么办呢？我就让它亮一会儿灭一会儿，亮一会儿灭一会儿。那你说这不骗人吗？你一灭那不就看不见了吗？从这个宏观上理解是这样子，但是你从微观上理解，你注意人眼睛它有一个视觉残留，应该是100赫兹啊，我知道的单位是100赫兹，应该更准确的是换算成每秒钟几个啊，但是这个我不专业了。但是我知道的话，我知道一个数据是电影领域里面，比如说动画片，你1秒钟放几张动画片能够让人眼睛感觉你这个不是一张一张照片在动，而是连续的呢？就是7张。当然你还是会看到卡了，但是如果1秒钟放7张动画片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物在动画片里就是它是连续的动起来了，而不是一张一张的在放幻灯片的感觉。当然现在电影用的是每秒24伏啊。那但是在民用领域里面呢，我们由于跟这个电压、电流各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像照片一样，像电影里面一张一张的放。我们利用的一个概念叫帧啊，但是这你可以完全这样去理解，也没太大的问题啊。那我这里就是查到的资料是100赫兹。那大部分的人眼如果在100赫兹达到100赫兹这个频率啊，你就看不出这个频闪了。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频闪嘛。那如果我在100赫兹以上去调整我的开灯跟关灯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达到调低亮度的作用。那就是说你想再暗一点怎么办呢？我这个灯呢，关灯的时间长一点，开灯的时间短一点。如果你想亮一点呢，我就关灯的时间短一点，开灯的时间长一点，用这种方法来调整背光。那这种调整背光的方式就叫 PWM 调光。那什么叫低频 PWM 调光呢？也就是说我这个亮和暗改变的这个频率比较低，而高频 PWM 调光就是亮和暗改变的频率比较高。那如果你给小孩子买过阅读灯的话，你就会大概有点概念了。就是为什么叫阅读灯呢？就是它频闪几乎没有，也就是它的频率很高，不是说绝对没有，它闪动的频率很高，高到让人眼绝对不会察觉。所以说如果你要调光的话呢，最好是用高频的 PWM 调光来进行调，因为人眼察觉不到嘛。如果你调光的频率用的是低频的话，那低于100赫兹，人的眼睛就会察觉到频闪了，那就会晕。这就是这个道理。我现在没有查到 iPhone 14、15的数据啊，我查到 iPhone 13的一些数据，当然不是官方数据，有一些3方的网站啊评测出来说 iPhone 13使用的是低频的 PWM 调光，所以很多评测都说 iPhone 13在
暗光下的表现是不如12的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因为我自己呢属于对视觉信号不是那么敏感的，所以我一直用着还可以。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到，好像是，有一代的 iPhone 的机型，就是它在暗光下没有办法调得太低。亮光下没问题。如果你想在这个大白天啊去调整屏幕亮度，它可以直接用调整电压电流的这种方式，没有太大的问题。最难的就是在这个暗光下面。我看一下时间啊，20分钟了。最难的是在暗光下面怎么去这个调整。所以高级一点的硬件配备就是用高频的 PWM 调光，这个是最好的。那不是那么好的硬件呢，就是用低频的 PWM 调光啊。这个是我昨天花时间学习到的这个一些关于调光的知识啊，现学现卖，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既然我不知道 iPhone 15、14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也很难去跟大家去评说啊。另外呢，我一直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是，我对视觉上不是很敏感，但是我绝对知道视觉这个东西，不同的人他差别非常大啊。也就是说，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绝对相信这句话的啊，这是有科学基础的。你们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啊。那么，一定是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这个人眼睛的，比如我们说，大部分人是100赫兹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的眼睛比较敏感的情况下呢，他200赫兹也能感受到频闪。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非常的容易产生眩晕的这种感觉。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游戏，特别是3A 大作啊。最近我还想聊一下这个黑悟空这个话题呢，再说吧。就是很多的大型的国际的游戏里面，它在刚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很贴心的给你一个提示，特别是最近2年，就是本游戏包含闪光画面啊，如果你觉得不适，请立刻停止并且就医。包括很多电影，除了这个年龄的这个评级以外，它还会告诉你本电影包含闪光画面。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贴心的一点，就是注意到了很多观众的眼睛对于频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之前呢，我说很多的用户给我评论说 HDR 太亮了，我初步推测可能是他的手机屏幕的这个调光机制不是很好造成的太闪，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实话实说，我忽略了一个，就是人的眼睛的这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您的眼睛感受频闪的这个比较敏感的话啊，那其实你可以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刻意的去选择一些对你的眼睛比较友好的这种调光的方式，或者你干脆可以使用 LCD 的屏幕这样会就是对你的眼睛更好一点。当然肯定会有像我一样的嘛，比如说我可以想象一下，我是那个眼睛比较挑剔的，就200赫兹都能看到频闪的。但是我就是不想用 LCD， 毕竟 OLED 的屏幕看起来还是好 ，HDR 的屏幕效果看着还是好，而且只是在暗光的时候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亮光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在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找到了一些可以一定程度的帮大家改善这个频闪造成的黄眼睛、头晕的一些方式啊，你也可以试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怀疑的就是你的屏幕贴膜。哎，你可千万别怀疑这个啊！如果你买了一个手机，在买之前在店里面体验的时候，特别是 Apple Store 都是真机体验嘛，你觉得这个还不错啊，看了一会儿也不会眼晕。那一方面是因为 Apple Store 大家都是白天，就算是晚上，它的光线也足够足，你不太能够体验到晚上的这种感觉。但可能你买回去之后，你晚上一用，你觉得就是频闪。那这个第一个怀疑它是什么呢？贴膜的问题。先把膜撕了，然后你再看，是不是就会好很多？这个是真心的建议啊！膜这种东西，我一直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呢，迫不得已，我只能用它。我自己也用膜，我不带手机壳，但是我用膜啊，膜是一个好东西，我自己也用。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这种眼睛比较敏感的，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膜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了，或者说你就费点劲，你要选一些就是比较友好的膜。你先不贴膜，你看一下
是这种感觉。然后你买个10张膜，各种品牌的去贴一下，看哪一个是贴上之后跟不贴膜对你的眼睛看起来是一样的。这个是真心的建议啊。关于贴膜，第一个怀疑。那如果说已经排除了贴膜的问题，你还是觉得这种频闪让你觉得比较难受，退而求其次吧，这个我不是太建议啊。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了，你最好是就换个手机。如果实在没办法了，iPhone 里面有一个叫降低白点值的功能，在辅助功能的设置里面。那这个呢，我也埋一个伏笔，你如果有需求的话，你自己也能找得到，用搜索方式也能找得到。因为我后面要开辅助功能的节目嘛，所以降低白点值这个是属于标准的视觉辅助。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再把这个伏笔给揭开。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iPhone 有这个功能叫降低白点值，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去缓解这个频闪和过度的亮光所对眼睛带来的过度的刺激。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你是不需要开这个功能的啊！我在工作当中遇到的100%的都是因为开了这个功能之后不知情，然后后悔来这边寻求帮助的啊！所以我的听众里面或者观众里面，我保守估计至少有99%应该也是不用开这个功能的。但是分享知识嘛，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功能啊！因为开了之后，其实相当于把你的 OLED 屏幕降低成 LCD 屏幕了，你可以简单粗暴的这么理解，就没必要开了啊。这个有点像把那个全天候显示屏给关了是一样的感觉，你花钱买了，然后又不用这个功能，这个一直是我个人不太推荐的啊。好，所以今天给大家就借由这个契机，我们来去聊一聊PWM 调光这个话题啊。但是我开篇即声明了，我是现学现卖，绝对在这个领域不专业啊。如果有更专业的，欢迎在评论区继续留言，让我也能够在输出我的内容的同时，也能够根据大家的评论跟留言去学习和受益，这样呢，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互动跟循环了，也是我做这个节目最开心的一点。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